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0-80，吃个2-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看着也不太难，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这第一步扒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我们试了很多办法，用车压、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扒完。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了，夯干了一宿啊！等天亮我一抬头发现我弟那俩腮帮子都不一边大了。然后有了这些针的人，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真的巧克力酱了。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所以就想多抹点真的酱放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给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我们找了一圈把家里水管嘎了。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我们真是有点心突突了。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真的，我从未如此渴望我活着。后来寻思先吃点东西缓一缓吧，正好我最近挖到一款韩式自由火锅，这一大箱才花了1块钱，而且配料贼多，这波纹面配上韩式汤底，味儿也特别正。现在拼多多有美食体验专场，每人现抢一份8盒必品阁的自由火锅，多种口味让大家尝购。试吃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链接在这还能抢，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就把现在有的3层都组到一起了。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还有这一碗点椰子油，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呀。完了裹最外层的时候，我去偷点懒，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但是脱模之后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掰开一个看了看，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然后对比了一下，在外观来讲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成本也省了好多，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块2一个，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不过唯一的不同是吃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就是得会漱刺儿，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嘣一声，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微霞5毛出。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今天怒买50斤，一次在家多做点。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先得把肉切了绞肉馅，那瘦肉可以随便绞，但肥肉还得绞成泥，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你信我话，买现成的吃就行，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这里没有技巧，全是体力。刘大脑的脸憋通红，怒搅50分钟，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说不回就骂娘。这脚狗嘚没吃着，找个代驾回去了。完我们就开始灌肠、扎眼、系线。这肠因为都是肉末，所以灌的就很通畅，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4个小时，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家里所有锅都用了，还煮了3番，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只能码1层，多了不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还得盯着加气泡，跟打地鼠似的。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切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晾的越干烤的越脆，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擦不就给塑封了。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1点多不睡最伤肾，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那会儿都2点了，我有个一哥们看着这个给我来个电话，他说哥们儿，你要遇整啥难事你就说，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可别扯那没用的了。今天是我奶86周岁生日，完为了热闹嘛，我就直接在我奶家做的饭。就这厨房，米其林来也迷糊，永远合不上口的剪子，分不清刀尖刀背的菜刀，炒啥都粘的不锈钢壁粘锅，比我矮110公分的灶台。这灶台呀，就这么说吧，我他妈切肉的时候差点没给腰闪了。
看看我奶家冰箱啊，囤的最多的是肘子罐头，我开了一盒给炖的酥汤。我奶说那罐头就借味儿，肘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赶紧炖上吧。完给我妈买鱼买冲了，整2条小红人，我说都做上吧，以后我奶就是双鱼座了。我妈还给买馒头，我爷没看明白，昨天吃一个，生生从生日快乐吃成了生日快福。然后今天做的都比较合我奶口，像油焖大虾、广式牛腩，这我奶都恨不得1个礼拜吃好几回。但有的菜也不是我独立完成的，我最后炒这个羊肉片啊，喊了2个放风的，因为我奶要是看着了，不但让我放1粒鸡精的。最后煮点海螺，这一桌就这么地了，给我奶家所有能用的碗筷盆全都掏出来了，再多俩人就得拿水杯吃饭了。完吃饭，我弟闹铃响了，我寻思怎么的跟晚上上班了？他说不是，是德物现在有免费送皮肤活动，有机会0元就整一个任意888的史诗皮肤。再一个这不春节嘛，好多数码产品啥的买的也真合适，链接放左下角了，赶紧整皮肤啊宝子们。但我一不留神把那福馒头给吃了，我扒拉我弟，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生日快帮我吃成生快，要不咱哥俩今天是快了。然后今天没给我奶买蛋糕，买了一个冰点，这玩意儿我印象里只有哈尔滨有，这3层是不同口味的冰，就一咬在嘴里爆冰碴那种感觉特别爽，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早些年只做一小块点心那么大，我奶那时候老背着我拎个保温饭盒去买去，这一晃20多年了，我奶现在下楼都得搀着了。我们正回忆的时候，我爷蘸了一块奶油抹我奶脸上了，哎呀妈呀，大年初一呀，让一88老头给撒狗粮了。我最近爱上了用铁锅炒菜，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锅的价格，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还不舍得，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一番之后，我买了2块铁板，决定自己在家砸一个。然后研究了好多纪录片，看起来不太难，但是干上之后发现全是知识盲区，光点火就研究了小半天，好在晚上连线了一个铁匠，老师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山谱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模具、手法的问题。就他讲完之后，我们变得非常有信心，所以连夜又换个地方开始搭炉子。这一天忙活了20个小时，锅一下没砸上，光他妈搬就完了。然后按纪录片里讲，铁板要烧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杂质和定型，这就是所谓的趁热打铁。这温度别说炼铁了，炼我都够了。但是我们没买到砸锅专用的铁枕子，就只能用废轮毂简单充当一下锅型的模具。所以砸了一天之后，这锅看着跟刚出土似的。然后又联系了一下老师，但老师说现有条件也就只能这样了，剩下的只能靠冷锻了。他说完之后，我彻底破防了，因为冷锻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就是拿个小锤生砸。然后砸了一宿之后，简单抛了个光，这回看着顺眼多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36000锤了。完，我们寻思先找个地方蹭个空调，没想到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认识我们的跟看猴似的，苦苦照相；不认识还以为我们要砸店呢。然后在那干坐着，实在太尴尬了，就随手买了几个冰激凌，结果发现意外的好吃。本来挺 emo 的，吃完马上来电了，甚至觉得抡大锤都有劲儿了。然后回砸鱼鳞纹的时候，从天亮砸到天黑，砸完感觉胳膊都没知觉了，但是就是手艺太差了，这纹路不太像鱼鳞，都有点像狗啃的。然后连夜开了个锅，又火速煎了个鸡蛋。这个锅在经历了将近10万次的捶打之后，终于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嘎嘎粘的大粘锅，我吐了我。后来发现是开锅的问题，就耐下心来又重新开了一遍，然后没放油，打了个鸡蛋试试。这回它终于变成了一个超级不粘的不粘锅。忙活了3天3夜，一共没睡上10个小时，这锅现在比我命都金贵。然后做了一碗富含铁离子的茄卤凉面，还买了几个好吃的冰激凌。这个夏天呢，有这3样我可太满足了。那么至此呢，人生3大苦我们已经有幸体验到其中2样了。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变成了江浙一带，那大伙就消停在家等视频吧。趁现在还能喘气儿，我一定找机会体验一下撑船的乐趣。我最近发现哈尔滨也太能整活了，就现在你们看着的每一样东西单拿出来都足够我们本地人见证一辈子了。那既然尔滨你要这么搞的话，就别怪我也不老实了。我打算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家做出1500根糖葫芦，拿到大街上去给游客们发去。时间呢预计是1月7号下午，然后地点应该是一个路线。如果做的顺利的话，我们应该是下午2点半到3点半在音乐广场的大雪那，然后5点到6点在房建塔和张大街那，晚上7点到8点在索菲亚大教堂那。然后我到那天争取搞一个小推车出去，这样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全程推着小车给大家发糖葫芦。所有来玩的小金豆们，你们一定记住了，只要你在7号那天在大街上看着我，就记得来找我领一根属于你们自己的冰糖葫芦。然后本地的朋友们想来玩的话，咱们还是以物换物，但是大家尽量带一些南方游客们能用得到的东西来换，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过程里边把大家的热情都继续传递下去。后面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会及时发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边的，你们一定注意再看一下啊！我现在就得准备去备货去了，我他妈太燃了！我在这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这么燃过呀！咱们到时候见啊，朋友们。